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ra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一集我要分享的是期待已久的2023年度爱用的产品分享。今天呢，我要分享的是关于精华的部分。那因为产品比较多的关系，所以我分开了好几集不同的爱用产品。今天会分享舒缓型、抗皱型还有美白型的精华。好，事不宜迟，马上开始咯。好，首先我要分享舒缓型的系列。今年用到的舒缓型精华比较满意的其实不多，比较满意的还是之前喜欢的缓湿。好，比如说这一款 Medicure 的舒缓精华，这一款目前还是我最爱的舒缓精华，因为它的质地、舒缓效果、成分、肤感都非常好，而且是适合大部分人的敏感肌使用。但是今年呢，它有出一款新缓，其实它们的名字有点不一样。它的新缓是这一款茶树舒缓安瓶，新的精华是少了积雪草的成分，还有一些植物的提取物，它的成分列表是变得比较少。其实整体的使用感受成分都很不错，只是呢两者比较起来，我更喜欢旧缓。那这两款的差别，我会另外做一集详细跟大家分享哦。这款精华我应该不用多说了吧，说那么多次，所以继续下一款。第二款我特别喜欢的精华，也是旧款 Cinemax 的洛丽果精华，这瓶快要空瓶了。我不得不说，这个精华是非常好用，越用越好用的那种。可能是因为冬天嘛，皮肤比较干，所以我使用它的感觉非常的好，非常舒服。它不止舒缓效果好，它的滋润保湿度也非常好，而且它不会跟底妆打架，不会脱离。这一款也是曾经分享过，我就不多说了，这个还是很推荐的。好，接下来的第三款的精华了，终于有新的东西了，就是 Be Plain 的积雪草的精华。这一款是新款的，大家看到它颜色比较深，它的新款比它的旧款好用很多，而且舒缓效果比较明显。它的质地是有流动性，还蛮滋润保湿的。可是它的滋润度没有 Cinemax 的洛丽果精华明显，但是它的吸收度很好，肤感很不错。反而呢，这种质地是适合一年四季使用的。这款也是不会搓离，不会跟底妆打架。对于敏感痘还有敏感的症状，它都有明显的舒缓效果。它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。那今天我分享的所有精华都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PEG 的。如果想要看更详细的内容，可以看回 Be Plain 的产品分享那一集哦。它的主要成分是多种的积雪草的配方，还有一些植物的提取物。主要的成分添加了69.4% 的积雪草提取物，它是有一点点植萃的味道，闻起来有点像酒的发酵的味道，但不是很明显的，抹开之后就会不见了。但是跟 Medicure 这款精华比较起来，我还是更爱它一点。不过今年还是要推荐新的产品嘛，那这款算是不错的。接下来呢，这款呢是我意外特别喜欢的，今年才出现的精华，就是这一款马自亚麻的大豆神经酰胺精华。这一款呢是在日本购买的，它是日本的品牌哦，中文名字叫做松山油脂，在台湾可以买得到。我先说一下，它价格是很平价，跟其他的韩系产品差不多，都是几百块台币而已，不是很贵的东西，所以它的质感很好啊。它的瓶子是玻璃瓶，我曾经有介绍过，但是好像烧不到什么人。我感觉我的频道的朋友们都不太喜欢日系的产品，我自己也没有太喜欢日系的产品，我觉得比较起来是韩系的产品比较好用，肤感啊、价格各方面成分都是做的比较好。但是这一款特别好用，是我特别会回购的一款，大豆系列都很推荐的。如果你们去日本的话，看到必买哦。它的主要成分是大豆的芭蕉物、益生菌，还有5种的神经酰胺，而且它的成分属于比较单纯、比较少的成分，大概只有26种。它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， 没有任何的香味。它的肤感很不错。一开始我觉得它好像偏滋润一点，但是抹开被皮肤吸收之后，其实还蛮清爽的，它不会有黏的感觉。精华颜色是有一点点乳白色，有点像乳液，但是抹开之后非常的水润，而且它非常保湿。使用完它皮肤的障壁功能都会提升，变得更好，很明显有舒缓修护的作用。这个精华我已经空瓶1瓶了，我手上这一款是新的，
还没有开封来使用啊，非常值得购买的一款精华。对于急性的敏感肌还有偏干肌肤特别容易敏感的朋友们，这一款一定要试试看，真的很好用。舒缓型精华我已经分享完，接下来是美白精华。对，美白型的精华今年还蛮多的，但是都是同一类的产品。首先呢，我要分享的是维他命 C 产品，就是这一款 Clarins 的最新推出的维他命 C 精华液。我觉得新款比较好用，是大家都很喜欢的类型哦。曾经我就有分享过新版跟旧版的维他命 C 精华的差别了，它的祛斑效果是我目前用过这么多的美白精华感觉是最明显的。就算是那种高浓度纯维他命 C 的产品，我觉得都没有这一款祛斑效果好。首先讲一下它的维他命 C 不是纯维他命 C， 它是添加了维他命 C 的衍生物以及抗坏血酸，不容易泛黄，稳定性很高，而且它添加了10%，所以浓度比较高，所以它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、比较好的。本身它的刺激度也会比纯维 C 低一点，比较温和，也更适合敏感肌使用。那它的成分呢，总共只有25种而已，主要成分添加了10%的，以及抗坏血酸，还有添加了3% 的烟酰胺，烟酰胺也是美白的，还有抗氧化，几乎它的成分都是有效成分啊，没有什么多余的，而且它没有任何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 添加，没有香味，质地非常好，不会油也不会黏，但是有保湿感，不会跟底妆打架，不会搓泥，早晚都适合使用，祛斑效果又特别好，而且特别温和，而且一年四季所有肌肤都适合使用，也可以叠加其他的产品。接下来的美白精华，这款也是有添加少量的维 C 的成分呢。这款是 Novozymes 的最新推出的5号精华，它是属于比较滋润型的精华，然后它也添加了很多舒缓的成分，它的美白效果很好，很不错。但是它主要的美白成分其实是越橘提取物，就是橘子类的，有60.4% 的越橘提取物，还有5% 的烟酰胺。刚刚说了，烟酰胺也是美白的，添加了5% 的 B5 舒缓成分，还有4% 的传明酸，这个也是美白的。这些有效成分添加量都是比较高。另外还有添加熊果苷，也是美白，还有甘草酸2+，以及抗坏血酸，还有其他的维他命 C 的成分也是没有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添加。闻起来其实是有一点点，有点像柑橘的味道，质地比较滋润一点，比较适合偏干肌肤使用。现在这个天气，我使用它非常喜欢，非常刚好。美白精华来说，敏感肌是非常适合，而且是我特别推荐，因为它效果也比较明显，比较好。这一款真的是敏感中都可以使用的一款美白精华。接下来的精华其实也是美白精华，但是它的主要成分其实是烟酰胺。刚刚的美白精华里面就有这个成分，但是呢，它们的主要成分就是烟酰胺。基本上这3瓶精华都是同一种成分，但是它的质地肤感会有点不一样。首先呢，这一瓶是我最近超级爱用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80毫升哦，用到一半了。使用它的时候，皮肤肤况特别好，保湿滋润度很好，也不会有厚重黏腻，它还是会有表面一层东西的感觉，因为它有添加油分，算是比较滋润，有保护我的皮肤的感觉，而且它不会跟底妆打架，不会搓泥。如果皮肤干的时候被皮肤吸收之后，其实它不会有闷闷的感觉。我觉得它的美白效果是提亮肤色，而且有一点修护，又有点抗老的效果，就是综合版的精华功能。它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， 没有任何香味。主要成分添加了5% 的黄金比例烟酰胺，然后添加了74.3% 的光油粘液，全成分只有22种，推荐给你们，必买必买。干性肌肤非常适合，一定要试试看。油性肌肤朋友们呢，可能会更适合这一款 Derma Factory 的 B3 精华烟酰胺。这一款呢，添加了20% 的烟酰胺，比较高浓度的，但是它很温和，不会有刺激感，而且它质地比较水润一点，它也是不会跟底妆打架，不会搓泥，也没有任何的香味。它里面的成分大概只有11种而已，非常的简单啊。主要的成分添加了64.5% 的大马士革玫瑰水，还有20% 的烟酰胺，8% 的甘油，保湿度很好，很不错，很深沉，可以把它当成一般的保湿精华使用都可以。它会有很明显的保湿感，基本上是会被皮
皮肤吸收的，油性肌肤也适合使用。这一款呢就特别适合一年四季所有肌肤使用，敏感肌也很推荐啊。除了它的滋润度没有这一款明显之外啊，其实整体的效果、功能性都很相近的，大家可以在虾皮搜寻看看，很容易找到。接下来这一款也是烟酰胺精华 Clinique 的烟酰胺精华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它很熟悉？因为它跟这一款很像，对不对？这一款去年有分享过，但是呢，它的成分是 Panthenol B5 泛醇，它有30% 很高的 B5 的成分，它的质地就会比较浓郁一点，但是舒缓效果非常好，滋润度也很够，特别适合干性肌肤使用。去年有分享过，我就不分享。那今年我有用它的烟酰胺 B3 精华，这款精华它的质地就比较水润一点，流动性比较强的，但是它的保湿感非常的明显。我觉得它的保湿感跟这一款比较起来的话，它会稍微再滋润一点点，但是两款的保湿度都很不错。那这一款它的成分也是非常单纯，而且也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， 没有任何香味。它的全成分大概只有10种而已哦，主要成分添加了20% 的烟酰胺。除了第一个成分不一样之外，几乎就跟这一款的 B3 精华一模一样。这两个我觉得都很不错，但是两个的使用感受，我更喜欢它的质地，因为它的质地好水润啊，好舒服啊，抹开之后那个水分涌出来的感觉，非常的保湿。所以这两款呢，我觉得这款的 CP 值更高一点哦，两个都很不错，也很适合敏感肌使用。这款用起来也不会有刺激感哦。最后要介绍的精华呢，就是抗老型的精华。今年抗老型的精华只有2款而已，大家看到第一款是去年有分享过，因为我真的找不到有更有效的抗老精华，就是这一款 Pantene 的Pacuccio 补骨脂分精华，它的浓度很高，使用感受很好。它的精华是有点偏乳液状，挤出来是咖啡色，有滋润保湿度，但不会黏腻。成分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和 PEG， 有添加一些植物精油。全成分只有23种，主要成分添加 2.5% 的补骨脂分，还有一些植物的提取物、植物的精油。这瓶精华我也空瓶了2瓶，我觉得它的效果跟使用感呢，几乎就是跟视黄醇差不多，只是它的使用感受呢会比较温和一点。使用完2瓶之后，我的感觉也不是完全没有刺激感觉。如果严格来说，它还是会有一点点感觉，那个感觉就有点像涂完 A 醇的那种肤感，涂1-2次不会感觉到，你要涂好几次，可能涂的量啊、使用的次数比较多的时候，在皮肤比较脆弱的时候，就会有一点感觉，它会有一点点抓皮肤，有点刺痛的感觉，但是又没有过敏那种，就有一点类似很轻微的使用完 A 醇类的产品的感觉。它的功能性啊，效果就跟视黄醇差不多嘛。接下来最后一瓶精华压轴，也是我今年最喜欢的抗老精华 FGF 的表皮生长因子的精华，这一款是Moon 的这个品牌，我觉得它很多产品都不能放太久，他们的使用日期都很短，因为大部分人的产品呢成分都比较少，成分列表会比较单纯一点，也比较天然一些。这个精华呢，它的全成分只有4种而已，主要成分添加了99% 的20 ppm 的 BFGF， 就是表皮生长因子的一种，可以刺激皮肤的细胞增生。另外有添加腺苷，还有一些植物的提取物。其实目前我用过好几款的表皮生长因子的精华产品，我觉得目前最有效、最有感的就是这一款哦，但是它的价格也相对比较高一点，要1000多，将近2000台币。但是呢，它的肤感很好，使用感受也很不错，效果也比较明显。它的质地是有流动性，很像水，但是它会有保湿的感觉。使用的时候是温和，没有任何刺激感。但是多使用2次之后，我感觉皮肤会有一种好像使用完视黄醇类的产品1周之后的感觉，会有一点点刺痛、抓皮肤的感觉。可是它又不是敏感哦，不会过敏哦，就感觉皮肤好像去完角质那种感觉。涂其他的产品也会比较好吸收，然后皮肤摸起来会比较滑、比较嫩。我觉得它的抗老效果、嫩肤的效果是感觉到也看得见，皮肤也看到有越来越好的趋势。但是呢，敏感中的时候要停止使用。
我感觉它还是有一点更新皮肤角质层那种效果的。所以如果你用到有一点皮肤刺痛的时候呢，我建议要先停止，先修复，隔几天再使用。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感觉，也可以早晚继续使用。它是没有任何香味的，没有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 添加，这款就推荐给你们哦。好，那么今天的年度爱用产品分享就结束喽，就介绍完了。好，那下一集呢，我们继续分享年度爱用品哦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，请记得帮我按赞，还有别忘记分享、订阅、按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